我们服装厂经营了10几年，全靠几个老裁缝撑着。他们仗着自己手艺高，故意在3000件外贸单马上就要交货时，集体罢工要挟我。这单不把利润分我们5成，明天你连一块抹布都裁不出来。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早就做好了他们罢工的准备。3000件防寒服订单只剩3天，你们怎么全把缝纫机给停了啊？赵主任，急什么？慢工出细货。为什么停机？陆厂长来的正好，我们停工是因为厂里的待遇必须得改了。呸！你想让我们按时交货也行，得答应我们几个条件。什么条件？从今天起，每个月必须给我们单独加10斤肉票，30斤细粮定额。不仅如此，这批货裁剪剩下的边角料全给我们做润手费。这怎么行？这批布料的排版，如果按你们那种裁法，边角料至少占20%。没我们，你连成衣都交不出来。厂长，时间真来不及了，要不您先妥协一下。陆厂长，你可得想清楚了。孙大姐，你以为你是红星厂的救世主？姓陆的，你是不想交货了？既然不想干，那就离开车间，你们被停职了。你敢开除我们？厂长，不能赶啊！赶走了他们，谁来操作这些机器啊？咱们走！我倒要看看，3天后他怎么哭着来求我们。不送，慢走。完了，全完了，3000件订单啊！赵主任，去把后门打开。开后门干什么？开门，迎新工人。陆厂长，您早上在街道办说的话算数吗？我陆征说话，一口唾沫一个定，只要你们做出1件合可饼，当场发钱。厂长，他们都没摸过缝纫机，连皮尺都看不懂，怎么做衣服？陆厂长，我们是不懂裁剪，但我们懂吃苦。家里孩子等着买煤过冬，只要您教，我们拼了命也学。谁要你们学裁剪了？不学裁剪，怎么切布？这叫标准样板，不需要你们懂什么量体裁衣，只需要照着做。这纸板怎么都是衣服拆开的形状？把板子压死，顺着边缘画线，画完线一刀切下去，谁来都不会切错。就这么简单，照着画就行。就这么简单。李春梅，你现在就顺着这条白线给我切一刀。切开了，一点没偏。1号机做人，只管把这块左袖缝成直线；2号机做人，只砸领口。快，踩踏板，顺着边缝。厂长，直线缝好了。接过去，砸领口，不要管别的，只砸这一个位置。砸死了，特别牢。赵主任，验货。这尺寸分毫不差，厂长您真牛。可是陆厂长，您怎么提前准备好这些的？我3天前看到他们在厂里抱怨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厂长，您真有先见之明。大伙儿仔细看分到的工序，按编组站好，明早8点准时开工。坏了，真让他做出来了！不行，得赶紧告诉孙哥。孙哥，那姓陆的弄了些硬纸板，分工序教那帮人，真拼出了一件棉服。什么？这怎么可能？他那套流水线靠的就是机器转得快。今晚跟我回趟车间。孙哥，你有什么好主意？咱们去把所有缝纫机全拧乱，看他们这群外商人怎么办。断了，厂长，机针绷断了。
了，底线全搅成了一团死结，根本推不动步。怎么回事？1号机断针，5号机也断了，这还没开工，怎么全歇菜了？有人把缝纫机里面用来夹线的拨片全部拧成了死结。慌什么？都排好队，每个人过来领1枚硬币。厂长，这都火烧眉毛了，您发1000硬币干什么？卖糖吃吗？全都看仔细了，把这枚硬币卡进底线张力器的缝隙里，塞进去了。然后呢？这就对了。现在把所有的机器全用1分钱卡死，拧紧螺丝，重新开机。顺了，厂长，走线又平又密，这后缠部直接扎穿了，一点都没卡壳。一刀，机器底线都拧死了。孙哥，您就放1万个心吧，50台缝纫机，张力拨片全被我用钳子拧成了死结。干得漂亮！我看他们怎么交差。他陆正要是真瞎猫碰死耗子，把机器弄出点动静来，也没用。孙哥，您还留了一手。那批加厚帆布，卷轴里夹着的出厂标签写着布料缩水率5%。如果姓陆的真让他们照着正常尺寸1刀切做出来，等矿工们买回去出汗一洗，只要一洗，3000件大号防寒服全得缩成儿童版。高，孙哥这招高！厂长，一晚上出了整整800件，哎呦，您怎么在这屋里架锅煮上布了？赵主任，做重工防寒服，最怕出现的致命问题是什么？最怕走线不实，矿工下井干重活的时候崩开扣子呗。但咱们的走线绝对没问题。大错特错，最怕的是缩水变形。坏了，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确实忘了，但这批布送来时，我就发现所有的出厂标签全被人撕干净了。孙大简以为没了标签，我们就会按死尺寸做，最后衣服全缩成废品。造孽呀！难怪他们走得那么痛快。这要是没防备全做出来，矿工一洗全成紧身衣，咱们全得进局子。厂长，快去切断总闸止损啊！不用停机，睁大眼看清楚读数。我刚熬煮了3次，只是为了验证数据，缩水率死死卡在5%。5%？那咱们昨晚疯狂赶工做出来的800件大衣，不还是全废了？你真以为我没看穿他们？既然知道标签被撕，我怎么可能不防备？你真以为我画那些铁皮样板用的是原始死尺寸？您的意思是，那些女工用的铁皮样板尺寸早就……我制板时，每一块样板我都放大了1.5公分。只要下水缩完这必定的5%，尺寸就会分毫不差。好了，继续赶工吧，一定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张科长，3000件重工防汗服，昨晚连夜赶工，一件不少，全完成了。赵主任，废话少说，这批货是给一线矿工的，针脚要是有一处不严实，你们红星厂就得吃处分。张科长放心，红星厂的品控您随便验。张科长说的对，这防寒服可是关乎矿工兄弟的性命，绝对不能瞎胡闹啊！孙师傅，你不是红星厂裁剪组的头把交椅吗？你怎么连工作服都没穿？咱们这位新厂长把我们全赶出了车间，找了一帮不懂行的妇女在那赶工呢。陆厂长，钱老三说的是真的。张科长，我们的走线比老裁缝还要结实啊！您看这十字加固针脚，这针脚确实密实，但是张科长，这种防寒服最怕缩水了，这要是洗一次，直接缩成了紧身儿童服可不行啊！这是个大问题。陆厂长，你能保证防寒服的质量吗？张科长口说无凭，为了矿工兄弟的安全，我提议直接现场检验一下。陆厂长，孙师傅这个提议很合理，防寒服必须经得起缩水测试。大壮，打一盆水来。好嘞，科长。既然孙师傅这么关心，那就麻烦孙师傅亲自动手了。赵主任，把工业甩干机推出来。不麻烦，我倒是很关心陆厂长的衣服质量啊。孙哥，马上这衣服就得缩成一团废抹布。
10分钟到了，大壮，捞出来甩干。好嘞，大壮，穿上试试尺寸，动作搞大点，看他绷线。科长，这衣服套着真顺溜，一点都不卡胳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这瞎拼凑的尺寸，怎么可能刚好地球缩水里？我早在制版时就把收缩变量用微积分代入了排旁公式，算出了缩水率。好，陆厂长，你让我大开眼界。缝衣服怎么能用算术？好了，大壮，把他们请出去！兄弟们，少在这妨碍我们矿务局验货！陆长，你别得意，没有我们，你红星厂迟早要出大乱子！陆厂长，这3000件棉服，我代表矿务局按最高验收标准全款结清。另外，我手里还有一个大单，省铁路局正好有5万套特种残部制服。陆厂长，半个月交货，能拿下吗？张科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有魄力，我看好你。姓陆的，你让我身败名裂，我就绝不让你这5万套大单安稳做下去。孙哥，咱们非得趁早班交接混进来干什么？哎呦，春梅妹子，听老哥一句劝，做衣服不用量那么细，凭感觉对齐就行。凭感觉对齐？可是陆厂长让我们必须死卡重刻度啊！陆厂长哪懂这些？你们这样速度能快1倍，尺子我都帮你们收了，凭感觉缝就行。高啊，孙哥！走，老三，咱们现在就去局里，我要亲自去告状。局长啊，郑局长，你可要为国家的财产做主啊！红星厂要翻天了！孙师傅，你搞什么？你不是在红星厂赶制那5万套省铁路局的重点制服吗？领导，我和老三他们全被那个新厂长给停职了。这都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他找来一堆大字不识的妇女，直接让他们去做工啊！什么？没经验的妇女？他疯了吗？我今早实在不放心，偷偷回厂里看了一眼，我的老妇女根本不用卡尺，连最基本的对齐都不懂，全在那凭感觉瞎裁乱剪，简直是胡闹！立刻给我安排车和人去红星服装厂，快！孙哥，成了，这就叫兵不血刃。给我把大门砸开！郑局长，陆正呢？让他给我出来！这怎么可能？废料呢？那些切歪的废布呢？这是怎么回事？郑局长，这是要来检查我们的完成进度吗？这车间和你汇报的情况不一样啊！我今早亲眼看见，他们没用对齐卡尺，这衣服肯定经不起检验。为什么没用对齐卡尺？难道不应该问你吗？哼，那是他们这些临时工经不起考验。陆厂长，工业生产来不得半点马虎，没有测量工具，你的工人是怎么保证尺寸统一的？李春梅，给大伙好好演示一下红星厂的规矩。领导，您看仔细了，陆厂长给我们的这套纸板边缘并不是平直的。这纸板的边缘怎么左边凸出来一块，右边凹进去一块？这叫做防呆设计，只要卡口咬边上了，尺寸就100%对齐，根本不需要卡尺去反复测量。如果位置偏了1毫米，卡口就拼不上，第一道关卡就直接卡死了。荒谬！你们这做出来的衣服根本没有灵魂。用模具的标准去防止误差。陆厂长，你这套思维非常适合工厂作业。局长，您再看看这个，这是咱们红星厂这几天的物料消耗账。这布料损耗率竟然降到了15%，我记得以前至少在20%左右。我利用矩阵排办法，每一寸布料都被精密计算过。老孙啊，现在大环境变了，你的老规矩不适合现在的红星厂了。行，第一服装厂早就请过我了，那边才是真正尊重我手艺的地方。去吧，你去第一厂也好。哼，陆厂长，你做粗布还行，碰到真正上难度的活儿，咱们走着瞧。好走，不送。
陆厂长，红星厂交给你，我算是彻底放心了。你们好好干。领导放心。不过红星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扩大产业了，可厂房和权限……行，我给你们特批外贸出口权和城东那块30亩的地，明天就让人送文件过来。太好了，太好了！那岂不是咱们能一直干下去了？没错，但是要想升级，我们还得打一场硬仗，大家都不准松懈。厂长，市局今天早上统一下达了最高级别的战略任务，支援大庆油田的10万套特厚防油污工装。10万套，分配额度是多少？第一服装厂体量大，分了8万套，咱们红星厂分了2万套。可是那种布厚得像一块铁皮，如果用咱们车间现在的普通脚踏缝纫机，根本扎不透啊！不用慌，这批任务既然下来了，必定会配套下发新设备。红星厂，陆征。陆厂长，别费劲了，那批重型进口机器，昨天下午已经全部被拉进我们第一服装厂了。市局把所有重型机全部分给了你们，我们厂承担8万件任务，体量庞大，进口设备优先配给重点大厂。所以呢？所以你红星厂那些脚踏的普通机器不可能完成任务。陆征，你就等着清算吧。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赵主任，去把机修室的大门给我锁死，不准任何人打扰。锁机修室？厂长，您这是要干什么？做实验。再去把后厨那3口最大的高压蒸汽锅给我搬到车间来，马上！老三啊，看见没？这才是大厂该有的排面。孙哥说的对。行了，别废话了。重型机器是能扎透后部，但送料还得靠咱们8级工的手劲儿。孙哥，这布太硬了，推起来太费手了。没出息的东西，人还能比不上机器了？敢把走线拉歪1毫米，我扣你工资！拉，我拉！厂长，您这是要把布料煮了吗？我不煮它，我只用高温蒸。书上说，高温能让高密度帆布的瞬间松弛变软。软了，布料真的变软了。布软了只解决了一半问题，普通机器送料力度不够，还得改造一下缝纫机。这是缝纫机的压头，怎么上面还焊着几个小齿轮？我在机修室熬夜做出来的，机针一动，齿轮就会带动机械死死咬住帆布，主动往前推。它能替代人手的蛮力拉扯。李春梅，上机，踩到底！厂长，这布根本不用我使劲拉。厂长，你太强了！咱们靠技术也能克服困难，全体按照这个流程来干。太轻松了，姐妹们根本不费手腕子。孙哥，还是用机械吧，全靠兄弟们的手劲儿硬扯后部，真扯不动了。不行！孙哥，你看看四周，哪还有人能使出劲儿来啊？不慌，大不了咱们只交5万件合格的。再说了，还有人给咱们颠背呢。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大厂工艺，针脚全崩，布料纤维被暴力拉得严重变形。钱专员，您听我解释，这真不怪我们啊！市里给的这批特厚帆布简直就是铁皮。放屁！占着全市最好的进口重型机器，交给我8万件工业垃圾。专员，你别光骂我们呀，连我们重型机都搞不定。红星厂分了2万件，他们只有老式脚踏机，现在指不定1件都没做出来呢。你去看看他们有多惨，就知道这活根本不是人干的。好，我就去红星厂看看。如果全市的厂子都烂成这样，我立刻上报省委，撤了你们的编。来了，大庆油田的验收车队来了，快开大门！
陆征，别装模作样了，赶紧把你们那堆扎断针的废品搬出来给专员过目吧！咱们两家今天谁也别笑话谁。就是，我们有重型机都做烂了，你们用脚踏机，估计连一块布都没缝明白吧？陆厂长，第一场那边彻底搞砸了，专员火气极大。你们要是也交不上货，咱们市今年的名额就全完了。陆厂长，废话少说，你们的2万件任务到底做出来多少？哪怕是半成品，也给我拉出来看看。孙副厂长自己技术落后，就以为全天下都跟你们一样无能。死鸭子嘴硬，有种你把衣服拿出来呀！李春梅，开仓接布，让油田的同志还有第一场的老前辈们好好看看，什么叫工业降维。开仓验货。好，我要亲自验你们的衣服。钱专员，您轻点啦，这可是加厚涂层帆布，别伤着您的手。我拉断了算我的。大庆的石油工人要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雪里干重体力活，衣服要是一扯就裂，就是拿工人的命开玩笑。这拉力超过了80公斤，连帆布的纤维都快变形了。这道针线竟然死死咬合在一起，一点缝隙都没有。这是工业齿轮压脚推出来的绝对标准，每一针的力度、间距、咬合深度完全一致，质量绝对过硬。3万件，整整3万件完美的特技品。可是陆厂长，大庆那边要的是10万套啊！第一场那8万件全成了废品，剩下这7万件的巨大缺口，你让我拿什么给矿工们御寒？第一场交不出，我红星厂交。只要省里下达指令，把第一服装厂的控制权和那批重型机器交给我，剩下的7万套，我半个月内连本带利砸在您的验收台上。好胆识！第一服装厂占着最好的资源造垃圾，省里绝对咽不下这口气。我现在就带着你这件特级品回省委汇报。这3万件最高评级验收，当场结清。陆厂长，你准备好接收第一场那个烂摊子吧。剩下7万件，兄弟们的命全压在你的流水线上了。大庆的矿工兄弟们等你的好消息，走回省委。让那帮老东西抢机器，缺口7万件啊！这次省区查下来，第一大厂绝对要脱层皮。脱层皮？赵主任，你太小看省里填补这7万件缺口的决心了。占着庞大的资源却产出工业垃圾，时代的大潮会直接把他们整个推下去。老三，省里的处分还没下来吗？这都3天了，上面出奇的安静，我这右眼皮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哎呦，孙哥，您就放1万个心吧，咱们第一厂可是有5000职工的庞然大物，省局就算再气，顶多也就是罚点款，通报批评一下，法不责众啊！难道他们还能把咱们5000人都开了不行？话是这么说，但我听说红星厂那小子不仅交了货，还多做了1万件，这等于把咱们的脸放在地上，用鞋底子疯狂摩擦呀！孙大简，第一发装厂管理层全体集合，接省委紧急指令。郑局长，上面领导怎么亲自来了？我们郑厂长去市里开会了，我代为接令。不用找你们原厂长了。鉴于第一服装厂在此次国家战略任务中严重渎职，导致7万件御寒物资缺口，造成恶劣的影响，省委联合市轻工局决定对第一服装厂进行彻底重组。重组？局长，怎么重组法？是要换新厂长吗？不仅是换厂长，为了在半个月内赶出7万件缺口，省委最高决议，即日起由国营红星厂全面兼并第一发装厂，5000人的第一大厂从今天起降级为红星集团下属生产分部，最高指挥权全权移交陆征。兼并500人的红星小厂吞并我们5000人的第一大厂，蛇吞象啊！这绝对不可能！我不服！第一厂的5000号工人也绝对不会服！哼，不服？去跟大庆油田在风雪里挨冻的矿工说去，陆厂长的车已经到你们大门口了。孙大姐，你最好祈祷陆征愿意留你在这儿扫地。老天爷啊！厂长，你真把这头大象给吞下来了！这重型厂房，这占地，咱们红星厂这下彻底成全省龙头了！别高兴得太早，赵主任，你看看这厂里的气氛，这怎么这么安静？5000人的大厂，怎么连机器轰鸣声都没有？
因为他们准备用最阴柔的软钉子把我们逼出去。哎呦，大伙儿看看，咱们的新东家陆大厂长来了，大家赶紧回车间好好工作啊！可千万别让新厂长挑出毛病来。对对对，咱们不打不闹，咱们遵纪守法，咱们这就回车间去给陆大厂长卖命。厂长，不对劲儿啊！他们全坐在机床前，但根本不踩油门，拿一块破布反复缝了拆，拆了缝。这就是大锅饭时代最恶劣的毒瘤——集体消极怠工，也就是车间冷暴力。陆厂长，您看咱们第一厂的工人们多听话，没人闹事儿，没人罢工，全都在工位上坐着呢。只不过嘛，这大家干活仔细，一天出不来2件成功，这您总不能算我们违规吧？哎呀，新厂长要求太高了，咱们怕犯错，只能慢慢缝啊，一天做1件，保证质量嘛。剩下的7万件油田任务，我看10年后估计能给您做出来。你们这是在耗厂子的底子！5000口人张嘴吃饭，一天只做几件衣服，7万件的缺口怎么填？陆厂长带来的信誉，全得被你们这种软刀子给拖死！赵主任，大厂有大厂的规矩。陆哲，你那套拿着克齿逼人的流水线，在红星厂那50个娘们身上管用，但在我们这5000大军面前就是个屁。陆征，我劝你识相点，自己去省局引咎辞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么软耗着，不出半个月，兼并后的资金链就得被我们这5000张等着发基本工资的嘴给活活拖破产。厂长，这招太毒了，他们不打不杀，市局根本没办法抓人，他们就是想用大锅饭的铁饭碗规矩，把他们活生生耗死在这儿啊！孙大姐，你以为他们真的愿意陪你在这里耗时间拿死沟通工资吗？哼，这5000人全是我带出来的徒子徒孙，咱们讲究的是传统大厂的同进同退，你休想只会动他们一根手指头。第一服装厂的全体职工，我是你们的新厂长陆征。别喊口号了，陆厂长，咱们不吃你那一套画大饼的思想报告。我不画大饼，我也不听汇报，我只知道你们家里的米缸已经见底了，你们的孩子已经3个月没见过油星了。后勤保卫科，把我们在城外提前筹备好的东西不用进仓库，直接给我开进第一服装厂的中央大广场，全部卸货。你弄了什么东西进来？想用保卫科吓唬我们？法不责众。我从来不用暴力解决生产问题。孙大姐，你的软钉子在真正的原始生存渴望面前，连一张废纸都不如。所有班队长，带着人一起出来！陆厂长既然要给咱们开思想大会，咱们就听听他准备怎么忽悠咱们。闹有什么用啊？家里早揭不开锅了。车队进场，开门，让车队开进去，按喇叭把气势给我拉满。这是哪儿来的车队？好家伙，整整4辆大解放啊！垃圾车、砖头、水泥来，想吓唬谁？先锋们！在第一服装厂，大家干多干少都拿20块钱的死工资。但红星厂的规矩是计件制，多劳多得，不设上限。陆厂长，这计件怎么个算法？赵主任，把工资表挂起来，念给他们听。今天谁能按要求完成30件基础帮单，下班的时候直接切2斤肉带回家。哦，2斤，这能换半个月的粗粮啊！如果能在基础工单上超额完成1半，除了肉，当场发1袋30斤的面粉。30斤，孙哥，这陆征是把家底全掏出来了。哪个班组的良品率能拿到全场第1，班组长当场领1张自行车票。大家别上当，他这是拿糖衣炸弹分化我们，咱们要团结。我儿子因为没营养都瘦成啥样了，别想耽误我们，滚开！孙哥，
怎么挣不过呢？赵主任，给我发工单，我要干60件。排队，全都在我们里空区排，快！孙大姐，这才是最低的规矩。怎么会这样？厂长，咱们不仅提前5天完成了，而且全数通过验收装车了。很好，记得把奖励1分不差的都发下去。陆厂长，天大的好事，局里让我送过来的，你快看看。南州顶级户外品牌的招标会，没错，他们的品控总监陈先生今天上午刚到咱们省展销中心。我的天，顶级品牌那得赚多少外汇啊！上面发话了，一定要带上你们最好的样品去参展，给咱们市里争口气。好，我们明天一定准时参加，争取把它拿下。太好了，这要是拿下来，咱们肯定是出口创新第1名。孙哥，我听说南州那个防寒服的大单在招标，陆征他们拿下这个大单的几率很大。陆征，你以为你真的赢定了吗？老三，你应该知道我孙大简压箱底的绝活是什么吧？孙哥，您难道要拿那件花了整整3个月纯手工缝制的大衣去参展？那里面藏着咱们老手艺艺人真正的精气神儿。孙哥，我亲侄子就在这儿当保安队长，后门的铁锁他特意没扣死，咱们随时能进去。好，老三，这次我们要靠这件大衣把单子抢过来。孙哥，咱们绝对能亮瞎他们的眼。走！厂长，这陈总监拿着放大镜看半天了，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陆厂长，这单子可是关乎我们市的创卫指标，你们的防寒服能不能扛得住查？郑局长放心，他看的时间越久，只能说明他越找不到破绽。陆厂长，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件衣服的针距误差应该没有超过2毫米。好，太好了，陈总监，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谈谈这合同细节了？可以。如果红星厂的产能跟得上，这笔订单我可以考虑。不能签！他们的衣服就是一堆没有灵魂的工业垃圾。孙大简，你怎么混进来的？谁敢动孙老？你们这是心虚，怕老手艺人拆穿你们那套骗外兵的机器把戏。孙大简，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位老先生，你说红星厂的产品是垃圾？陈总监，真正的衣服必须得有纯手工的精气神儿。孙师傅，国际采购会要的是量产标准，你拿单件的手工艺品来卡现代工业的脖子，不觉得走错门了吗？走错门，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陈总监，这是我一针一线纯手工缝制的大衣。陈总监，您看这领口，看这暗线，穿在身上不仅保暖，还贴合人体的自然曲线。坏了，厂长，晚上就喜欢这种手工匠心的调调。陈总监，机械死板的流水线永远缝不出这种带有体温的弧度。这位老先生，这件衣服的针脚讲究，它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手工艺术品。那是自然，但很遗憾，极地防寒服不需要艺术品，我们要采购的是上万件绝对统一的生存装备。您什么意思？我认可这件衣服的艺术价值，但这意味着你的每一针受力绝对做不到均匀统一。这陈总监，这走线明明比机器缝的还细致啊！细致掩盖不了受力差异，在极端风雪的极限拉扯下，就会成为致命的撕裂隐患。胡说八道！你们这是联合起来贬低老手艺！
空口无凭，那我们就上测试机检测吧。好，测就测。那就让这台机器告诉你，你的思想该进步了。把这2件衣服的左右袖管和下摆用倒磁钢夹死死固定在液压拉力机的牵引臂上，不留任何滑动余地。陈总监，1号测试机固定完毕。你轻点讲，这可是极品脱绒面料。测试一旦开始，除非机器报废或衣服撕裂，否则是不会停机的。陈总监，2号测试机红星厂样衣固定完毕，双击液压泵预热就绪。陆厂长，你们车间的衣服真能扛得住这种不讲理的液压机器吗？机器不会撒谎，你们看就知道了。陆长，你就等着看你那件破烂被拉成棉花套子吧！我这件衣服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了我的心血，绝对结实。初始拉力设定为30公斤，加压，液压泵启动，牵引臂扩张，30公斤拉力到达。动了，钢臂向两边拉开了，衣服绷直了。目前平分秋色。哼，30公斤算什么？陈总监，直接把压力加得更高。可以，直接推到80公斤。好的。快看，看孙大姐那件衣服的领口开始变形了。孙哥，领口那里的暗线好像有线头蹦出来了。不可能！右肩尖第30针到第40针之间，因为手工缝制力度偏弱，导致是发生形。我不信，继续加压，我的暗缝法绝对不可能崩开。你看看我们的衣服，在80公斤的拉力下，依旧完好。继续加油！100公斤拉力到达，液压扩散警报开启。我的手艺怎么会挡不住机器？时代变了，把他带下去吧。陆厂长，这台机器目前挂载的是100公斤拉力，你敢不敢继续？奉陪到底，直接把推杆压到底。厂长，使不得，万一拉崩了可怎么办？完了完了！拉力值飙升，110、130、150公斤满载，到极限了。快，立刻把碎片拉过来给我看！赵主任，你看清楚，断的到底是什么？这简直不可思议！这缝合的十字加固接缝处，竟然全都是完好无损的。陆厂长，你们的样品稳，质量无可挑剔。太好了，陈总监，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落实这单的合作细节了？可以，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价，单件成衣的最终采购价必须再压低30%。压低30%？这我不压价30%，怎么向南州总官交代你们的成本优势？我们的工人绝不是廉价的机器，我不仅不降，而且我还要溢价10%。陆厂长，你是不是疯了？你们拿什么支撑这无理的10%的溢价？赵主任，给他们看看我们的图纸。这是什么图纸？这是我们独创的工业排判中枢系统。陈总监，据我所知，你们布料的最大利用率不超过85%，对吗？对，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我们的布料利用率是98%。你们的生产统筹、时效率和原料控制，竟然把南州的顶级工厂甩开了一大波。陈总监，你买的是目前最高效、最先进的工业排判中枢系统。陆厂长，我收回刚才的傲慢，这个合同我签，但我希望是全款长约。可以。签了，真签
天了！为什么不用皮尺量，不用老剪刀式，靠一堆鬼话叉的算术就能拿大单？孙哥，别挣扎了。我引以为傲的手感，竟然敌不过几张算草纸的利用率。孙师傅，真正的手艺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被碾碎的只有你那顾怕自封的傲慢与胚眼。变了，全变了。这才1个月呀！孙师傅，这大冷天的，怎么不进无畏室喝口热水？春梅啊，我听说你们现在连剪刀和硬纸板都不用了，全靠按那些花花绿绿的电钮就行。孙师傅，那叫全自动数控同厨。现在咱们车间1天就能下线2万件衣服。1天2万件啊！孙师傅，您今天来厂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您尽管说，我们……春梅，我今天来是来向陆厂长道歉的，我能不能……厂长交代过，只要您愿意来，红星厂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厂长，南州总部的尾款已经打进局里的账户了，郑局长还说明年还要给咱们批5000人的招工指标。这只是个起点，老赵，下一步我们要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哈哈哈，好，我们不做代工厂，我们也要做品牌了。哈哈哈。进。陆厂长，孙大简，你怎么来了？孙师傅，坐。我不做，陆厂长，我没脸做。我孙大简今天来是来给红星厂给您负荆请罪的。陆厂长，我活了大半辈子，满脑子都是那点自私的老规矩，我错了。孙师傅，不用这样。陆厂长，我终于明白了，我的时代确实过去了，这把老剪刀它该认命了。不，工业靠的是冰冷的数据，但红星厂这棵参天大树的根是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老手继任。什么？这把剪刀我不毁它，我把它放在红星集团的厂史陈列馆。老一辈的匠人精神是咱们不灭的灵魂。陆厂长，工业生产不需要你的手感去干预，但中国品牌的服装需要中国人的传统美学把关。孙大简同志，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我们的设计师上课，教他们怎么把东方人的曲线画进电脑的几何图纸里。我愿意。厂长，咱们红星集团的极地科考重工装备终于正式的出海啦！报告陆总，100辆重型集装箱卡车编队，我们的10万套极地装备正在有序的驶向世界。当年第一场5000人习工的烂摊子，如今变成了无坚不摧的团队。属于我们的时代要来了！